我为地府河运总督，奉命来忘川河治水，先凭一己之力舌战群魂，用唾沫星子送众魂去投胎，后又和孟婆牵扯出千年的因果。可他却不是我的恋人。再然后随手一封邀请函，引仙界众大佬齐聚，将我送入了忘川河。原来我才是隐藏的最深的大佬。我为地府河运总督，因忘川河怨念过重，即将决堤，故来此修复忘川河堤，治理河道。话不多说，说干就干。下一个谁上岸？我来。说吧，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喝那孟婆汤，好好投胎，非得在河中受苦受罪？我和我老婆青梅竹马，说好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可是我在投胎前不小心打听到，如果我要转世，下一世就不会再和我老婆成为夫妻了，我舍不得。就为这个。我看了一下因果录，了解此人前世今生后，决定让他面对惨淡的现实。你可知你为什么下一世不会和你老婆成为夫妻？为何？这一世你死后，你老婆又遇到了他的真爱，他俩情意绵绵，为此在佛前苦苦求了一天一夜，相约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想必他们的情谊感天动地，最后老天爷默许了他们所求。看着他痛哭的样子，我不得不再下狠药。虽然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可是不得不承认，你并不是你老婆的真爱最爱。不，为什么要这么欺骗我？我在河中所受的罪都白受了。还没等我劝解几分，这小鬼就撒子跑去喝了孟婆汤投胎去了。果真情爱耽误人啊！我老公为救我出车祸死了，我发誓死后也要永远记得他。你老公已投胎转世，另娶新人，生活幸福得很。什么？算了，他幸福我就幸福了，我也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。这些年在河里受的罪，也算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了。我从小是个孤儿，贫困交加，不明白为何老天要这么对我。你下一世会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，父母疼爱，妻子美丽，儿女孝顺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这就跑了。果真是个死心眼子，这一世已然过去，竟然白白受罪，纠结前世之因，真是个死心眼子。要不是地府工作太教条，怕泄露天机，早点开启因果录，告知河中众魂的前世今生，想必他们也早就安安分分投胎去了。哪里会有今日的冲天怨气？忘川河又怎会有这决堤之危？果然工作不能太教条，需要与时俱进啊！大人，喝口水，休息一下吧。一个轻柔婉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我扭头一看，竟是孟婆端来一碗清水。可这声音怎似少女呢？正准备饮用，猛然想了起来，这不会是孟婆汤吧？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孟婆苍老的脸上挤出一丝邪魅的笑容。这不是孟婆汤，大人可放心饮用。剩下的这些人，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我揉了揉眉心，有些难办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想着河中众魂数千万，要是和他们挨个面对面，口对口交流，我就算唾沫星子都用完了，也得等到海枯石烂了，这不得耗死我了。到时候我必然会成为地狱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传奇人物，舌战众魂，口渴而死。这荣誉我可要不得，咱丢不起那个人。不行，我得想个聪明的办法，一定要彰显我的英雄气概。大人，解决此事其实很简单。听闻孟婆有主意，我眼前猛然一亮。婆婆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你叫我什么？孟婆婉转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怒火。婆婆呀，难道不对吗？你长得就是婆婆样，我不喊你婆婆，难不成喊你姐姐？对，大人很是实事求是。孟婆咬牙切齿地说，随后便用手指向了忘川河。你看，那是什么？我转身一看，除了河水汹涌澎湃，什么也没有。就在我向前一步，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的时候，忽觉背后被狠狠踹了一脚，身子不稳，我扑通一声掉入了河中。你也该到河里去看看了。那清脆迷人的少女声透着洋洋自得。最毒孟婆心，你竟暗地使阴招，我堂堂一河运总督还治不了你。正想着报仇之事，可我却渐渐感觉仿佛是掉进了炙热的岩浆中，而同时又感觉到冰冷刺骨，随后便感觉到身体正在被什么东西撕咬，扑腾着想要浮出水面，却又仿佛有一只手在把我往河底拉扯。完蛋了！没想到我堂堂河运总督刚开始治水就先溺死在河里，我的光荣事迹明天必会传遍三界个域，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从我被孟婆踹入河中到我沉入河底，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在心里不停咒骂孟婆，心中对她的怨恨达到了极点。可转念一想，我素日心胸宽广，孟婆所做之事虽不厚道，却也不至于让我如此记恨。不好，是怨念。就在我双脚接触到河底的时候，伴随着身体被撕咬的痛楚，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从我身体里被抽离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刚才我对孟婆的一丝怨念，竟也被河水吸去了。站在河底，虽然不需要呼吸，但始终能感觉到冷热交加的难耐，以及身体被虫蛇鼠蚁撕咬的痛苦。最诡异的是，这河水似乎能够侵蚀人的意识，就像有人在耳边窃窃私语，又或者我在心中不断生出的怨念。顿时感觉到一股阴森的死气包裹住了全身。总督大人，你被地府当枪使了吧？费心费力的给地府当差，却被发配到这个地方受苦受罪，是不是特别恨地府，恨天庭啊？屁话！地狱要是把我当枪使，你们就是把我当炮用，
想要挑拨离间，你们真是小看了我的聪明才智，老子才不会着了你们的道。河中的怨念一阵沉默。地府之人皆是无情无义之辈，那孟婆把你踹入河中，她是诚心想害死你呀，用得着你们说？孟婆敢这么对我，待老子上去必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河中的怨念又是一阵沉默。想咱们四海龙王兢兢业业，不云施与福泽大帝，最后却被炼化，禁锢于此。就连你也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，那天庭着实欺人太甚啊！四海龙王什么鬼？想必名号太小，老子可是从来没听过。再说，你讲话可要注意立场，咱俩可是敌对关系。老子对地狱忠心不二，岂能让你随便攀扯毁了我的清白？你怎知我不是你呢？咱们四海龙王都搬出来了，还随意蛊惑我，河中还真是怪念丛生啊！河中的怨念又是一阵沉默。大人，你不要憋着了，如果心中有恨，就勇敢地表达出来吧。河水中的魔性肆意地在我身体上缠附游离，企图吸取更多的怨气。老子不一直表达得很明确吗？你们听不出来吗？待我上岸，肯定得好好收拾你们，要不然你们不知道我总督大人的厉害。我在河底用尽全力静心凝神，保持内心的清明，与河水的魔性对峙着。许是看我久未被蛊惑，河中怨念开始质疑自己的实力。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怎么蛊惑不了他的心神啊？就是啊，按常理，其他魂魄早被同化了呀。变成总督大人就不走寻常路了。想不到1000年过去，你还是这副样子。废话，我要是走寻常路，能爬到河运总督的位置吗？算了，我毕竟是来治水的，本就是为了化解他们的怨念，暂且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谁让咱是当官的，格局就得要高啊！你们之所以被禁锢于此，是因为你们不守规矩。我被派来治理河道，也是我做错了事情。我向来以理服人，从来不搞双标。世间万物皆有规矩，生老病死，因果循环，皆是规矩，守住规矩，方有秩序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而此时，我感觉身体上的痛楚越来越轻了，而缠附着我的那些魔性竟一点点化成水。兄弟们，你们说咱们大人是不是忒丢人了？可不是怎么地，今天我12楼的哥们问我，咱大人是不是失足掉河了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能怎么说？我不要脸的吗？我说咱们大人一心为公，冒死视察工作去了。听着耳边叽叽喳喳的闲言碎语，我实在没脸再装睡。吵什么？这么不讲规矩，你家大人我还没死呢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虽说丢脸归丢脸，但我必须打肿脸充胖子，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。你们且先退下，此番视察工作，我心中已有筹谋，不日我将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，还有动用你们的一切关系，把这个孟婆的关系给我扒出来，她就是我们治水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奶奶的，此仇不报，非要砸了我河运总督的招牌，我还要不要在地狱混了？待鬼力鬼差下去后，我开始盘算该怎么报仇。要是算职级，怎么听也是总督的职位比孟婆的称号大。可是孟婆毕竟是个老人，我新官上任，初来乍到，摸不清她背后的关系，也不能随便拿她开刀。那就公事公办好了，有事找明君，这可是我来到地狱后深刻总结出来的职场经验，绝对错不了。说干就干。明君大人，你可要为小的做主啊！小的为了治水，即使魂灭都无足畏惧。可要是有人阻碍了我们的治水大业，他可就是我们地狱的罪鬼了。你呀，你可真能叭叭。明君听着我倒了一盏茶的苦水，他心里的苦估计只有我知道了。反正我不管，你得给我撑腰，要不然老子累死累活，最后荣誉没的却死在半路上，这买卖我可不干。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，我尽量满足你。眼看机会来了，我赶紧提出早已盘算好的条件。明君大人心胸宽广，素来是我辈学习的楷模。毕竟当此地狱危难之际，我等更应当以大局为重，虽久死其犹未悔。行了，快说你的要求，你的马屁需要时时创新，切不可套路僵化。明君无奈地白了我一眼，估计是对我的马屁早已司空见惯，已经不再享受其中了。大人，我有3个要求。一是，请大人赐予我治水便宜行事之权，方便我调动一切资源，集中一切力量治水。允了，这个要求不过分。二是，请求明君大人允诺放河中众魂去阳间了却心愿。河中怨气皆因执念太重，待他们了却，执念自可投胎，这样忘川河的水患能消弭大半。此番我已深切感受到河中钻心蚀骨之痛，河中众魂已承受千万年，我这个局外人都于心不忍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只是务必做好防范措施，切不可有纰漏。小的办事，大人放心。明君又白了我一眼，自从有了我这个下属，明君的白眼病愈加严重，可能是我捅的篓子太多了。第3个呢？三是请求明君大人允诺将孟婆作为我的副手，协助我治水。明君悠悠又了然地看着我，合着憋了一晚上就为了这一哆嗦吧？大人英明，一切都为了我们的治水大业。我虽然心虚，但必须坚持唱高调。行吧，允你了，这本也是你们之间的因果。明君大人，你可不要乱说话，我上辈子可是清清白白，不曾娶妻，我和孟婆能有什么因果？且说孟婆可是已在这里1000年，
我可是新人，初来乍到，哪有这么多的因果呀？明君说话向来留半句，显得多高深莫测似的，我偏偏不好奇。第二日治水工作又有条不紊地展开了。孟婆接总督大人旨，宣读地府令。地府有令，河中诸魂，凡愿意放下执念投胎转世者，可上岸饮用孟婆汤，地府将安排等前去投胎转世。河中清冷，受苦受难，往事已矣，切勿执迷。望尔等细细思虑，早日决定重返人间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半日之后，我打开了禁锢，众多鬼魂自水中冒出了头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刚才的地府令，想必大家都听到了。已经想通的，可上岸排队去奈何桥等候。稀稀拉拉的上岸了几百人，其他人依旧在河中。见效果不好，我又接着说道：你们执迷于此，可知地府1天，地上1年。你们在忘川河中受苦1000年，人间已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，你们的执着还有意义吗？说完，河中便是一阵波涛汹涌，河水愈发动荡不安，疯狂地拍打着河堤，随之腥气扑面而来。这些鬼魂恐怕不知道地府1天，地上1年之事，而从我口中听到此事，失望之中，怨气一下就释放了出来。河水吸收了怨气，魔性瞬间暴涨。说了就说吧，早点面对现实更好。诸位勿怒，如今不妨实话告诉你们，忘川河水靠你们的怨气滋养，如今魔性深重，你们若不收敛心中怨气，待到河水泛滥地府，你们将永世不得超生。见形势危急，我便当机立断，决定赌一把，将事情跟他们和盘托出，让他们知道真相，收敛一下他们的怨气。想想你们所执迷的，不就是想在世为人，重拾旧日未完成之心愿吗？当日你们自愿堕入忘川河，没人逼你们。如今你们也知道了，自己所执迷的不过是镜花水月。现在再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是投胎转世，还是继续留在河中受苦，甚至坠入魔道，成为魔道的爪牙，你们自己选。片刻之后，河水渐渐平静了下来，河中的一些鬼魂开始上岸，在奈何桥边排起了长队。有了带头的，那些犹豫不决的鬼魂也纷纷上岸了。这下河中的鬼魂上岸了大半，我也稍稍安下心来，庆幸没有惹下大祸。为了却你等心愿，本官已向明君申请，允许你们回阳间看看，了却心愿，再世为人。有意者可来河运总督衙门登记，中元节之时送尔等入阳间，感受人间烟火。这个方法确实很奏效，没多久，河中鬼魂便浩浩荡荡的上岸，来到衙门登记。我拉住了几个着急去登记的鬼魂，问了他们在河底的情形，但他们都说只有被撕咬的痛楚，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什么声音。大人，你是幻听吧？鬼力对我无头脑的行为很是不解，难不成只有我能听见那个声音？可那个声音到底是谁呢？大人今日成效显著啊，河中众魂消散大半，这可比之前舌战群魂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孟婆一脸挑衅，给我倒碗茶，今天说了太多话，有些口渴了。想我堂堂河运总督，就该有人沏茶倒水。婆婆，现在你是我的副手，既不是外人，我就称呼你婆婆吧。她一脸不满地看着我，可能想起之前下手还是太轻了。既是自己人，咱可就明人不说暗话了。想我堂堂治水总督，竟被你一脚踹进了河里，不过大人有大量，就不与你一介女流计较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一碗茶扑面而来。放肆！老子虽说善良，可善良也是有底线的。这个孟婆简直是疯了，她怎么总是和我过不去？看来你在河里想的还是不清楚，枉费了我那一脚。孟婆嘤嘤欲泣，这是你欠我的。这画风可是转变的有点快啊，你可不要诽谤我。在来忘川河之前，老子与你素未谋面，何来欠你一说？老子可不是个恋爱脑，我可是在地狱一心一意搞事业。再说我就算儿女情长，也会找个娇滴滴的小美女。如此关键时期，你竟还没能激起我。说罢转身跑走，徒留我在原地风中凌乱。不对啊，按照这个节奏，势必会是一个前世你我恩爱，后来你却变心负了我的故事。可前世我只是个普通人，还未结婚成家就来地狱了，并无惹下情债啊。要是再倒推前几世，我还真不知道我是干啥的。思及此，我拿出因果录，想要查询我的前世今生，可是输入名字却显示权限不够，输入孟婆名字依然显示权限不够。有事找明君，还是去问明君吧呀，毕竟他之前卖了那么大的关子。当我来到明君大人寝室外，却听到屋内熟悉的声音传来：大人，时机已到，我们该了却这段因果。孟婆竟然先我一步来告状了，这我可得好好听听。我在此1000年，也守护了忘川河1000年，眼看忘川河即将决堤，一切都是时候来个了断了。室内久久沉默，你可想好了，一旦决定，后果要自己承担的。我不后悔，正所谓前世因今日果。既然正主已来到，说明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我走出衙门，污浊不堪的忘川河里哀嚎不断。这忘川河也是一处地狱呀，甚至比18层地狱更阴暗更冷漠。我不由得想起了那日掉进河中的情形，从开始的痛楚到最后痛楚消失，魔性化水。说罢，我又跳入了河中。
伴随着熟悉的痛楚再次传来，熟悉的声音又再次响起。哟，总督大人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接二连三的跳水，不知道的都以为我忘川河是游泳池呢。你既这么了解我，想必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来。这段时间，这个熟悉的声音总是在我耳边响起，加之孟婆和明君的种种行径，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你确定想知道答案？废话，老子难不成下来游泳的？那就如你所愿。话音未落，伴随蚀骨的钻心之痛而来的是我的脑袋也如蚂蚁啃食，一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中切换。原来我也曾叱咤风云，果然老子也是大佬。我再次在鬼力鬼差、叽叽喳喳的碎碎念中醒来。孟婆现在何处？大人，您刚醒来，不休息一下吗？最近河堤已修复许多，不出几日必将竣工，到时候大人可又要高升了。想的倒是轻松，河水越是平静，越有可能翻船。当我走到河边，孟婆正静静坐在河边，长发依旧飘逸，只是背影很是苍老凄凉。想当年她也是婀娜多姿。是啊，千年之苦不是平白受的。你那里不忙了？我轻声问道。不忙了，河里的基本都送走了，零星来的我把汤都摆好了，不用在那里守着。孟婆没有回头看我，只是依旧坐在河堤上望着河水发呆。听说你在明君那里立下了军令状，他消息倒是灵通。那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孟婆眼中带着怜悯，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说道，你要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告诉我，我帮你记着，等你出来了我再告诉你，免得你在河里千年给忘了。果真是个记仇的主，我真想把他也踹到河里去。沉默了片刻，我试探着问孟婆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孟婆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话，两眼望着翻滚的河水，一动也不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才喃喃地说道，我放不下的就是这条河，此番过后你我皆可放下了，你已经做好选择了。她定定地看着我，想要在我口中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老子偏不如你愿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第二天我还在宿醉中就被鬼力给晃醒了。大人快睁睁眼，干啥呀？没几个好觉了，还不让我好好休息一下。大人，忘川河突然决堤了，水已经漫过总督府了，整个地狱都被淹了。我抬头看看床下的水，可不是咋地。明君大人还有天庭各路神仙都已到了忘川河边。来得这么快吗？我昨天晚上刚给个陆大人发了邀请函，这就到了。大人，忘川河不是已经快好了吗？怎么突然决堤了？鬼力依旧不死心，还在问我。还不是因为老子，要不然他为什么这么快决堤？等我趟着水走出总督府，只见忘川河上面黑压压一片，众数鬼魂在那里鬼哭狼嚎，怨气乱飞。我来到明君身边，大人，感谢你一路照佛。明君欣慰地点点头，莫要担心，有我等护法，你大可安心离去。我的变移形式之权果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一纸邀请函1000年前的故交竟都到场了。哪吒，你的新能源风火轮现在很有市场吗？哪吒头戴乾坤圈，身着莲花瓣红色披风，看起来很是威风凛凛。屁话，老子向来走在市场前端。大圣，恭喜你今年在人间又火了呀！俺小老儿向来是人间神话。孙悟空虽然身披战袍，手持金箍棒，看着金光闪闪，还是猴子改不了抓毛啊！我又看着我那沉默寡言的三太子儿子，你可要向你大师兄学习，不能一直默默无名啊！父王，而陈志向是做无名英雄，果然朽木不可雕也。和众仙作揖告别后，我走向河边。孟婆肃穆地站在河边，我来到她身边，问道：你准备好了吗？为这一刻，我已准备了1000年。那谁先开始？你跳我就跳。啥时候了？孟婆，你还给我上演杰克与露丝的生死恋。正想开口，突然背地里又伸出一脚，把我踹进了河里。你踢老子2次了！我正欲开骂，孟婆也自河中出现，牵着我的手说道：务必守住你的初心。此时东极妙严宫大掌师孔明先生浩然声音传来：四海龙王1000年前不遵天道，致使3界大乱，被天庭众神合力绞杀后，将其筋骨炼成忘川河，将其魂魄炼化为河水。然感念其统御四海，不云施与之劳苦，滋养万物，则被生灵之功，特意将其善念从魂魄中抽离，寄养于女娲娘娘补天仪式之中，望有朝一日，这补天仪时能够生出灵性，再次福音世间万物。如今1000年时间已到，其善念吸收天地精华，化形为人，通过层层考验历练，在人间行好事，在地狱结善缘。现命众君集结天地浩然正气，助其以善念之心炼化忘川河之怨念，解千年之恶因，种后世之善果。伴随众仙施法，只见奔涌的河水中，一条黑暗无比的巨龙显现。巨龙在忘川河上方不断盘旋嘶吼，突然天空上方金光闪现，暗无天日的地狱竟也似人间明亮。刹那间，黑龙化为金龙向天空而去，怨气冲天的忘川河竟变得海晏河清。又是一年彼岸花开，如今的忘川河腥气散尽，美不胜收，已成为地狱的招牌打卡地。
远处，奈何桥边新到的鬼魂正在依次排队在河岸的无字碑前打卡，这已成为众鬼喝孟婆汤投胎前的必备仪式。一个精灵古怪的清纯小姑娘正站在明君身边汇报今日的工作。明君，我们孟婆姐姐现在在哪里呀？精卫鸟和龙王的因果已解，自会去他想要去的地方。好人总有好报，结局总不会让人失望，勿要挂念他。你是新任孟婆，务必向你前辈学习，守好初心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小姑娘一番衷心表态，蹦蹦跳跳跑走了。待新鬼散去，明君径自来到无字碑前，随手一划，只见2行大字赫然显现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